第6课，朋友与社交圈的情绪勒索。你变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帮我，那你根本不是朋友。大家都这么做，你不这样做，还把我们当朋友吗？这些话是不是让你感到熟悉又无奈？在人际关系中，朋友应该带来支持与温暖，但有时候友情却成了无形的枷锁，让人背负内疚、压力，甚至丧失自我。当友谊变成一种情绪勒索，当你必须牺牲自己来维持关系，你真的快乐吗？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如何辨识朋友之间的情绪勒索，学会保护自己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1. 朋友如何利用关系施压。许多时候，朋友之间的情绪勒索并不总是恶意的，甚至施勒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。但当他们透过操控你的情感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时，这种关系就开始变得不健康了。俊凯和志明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以前两人形影不离，一起翘课打电动，一起熬夜吃宵夜。但后来俊凯开始有了新的兴趣，比如健身、学投资，甚至交了新朋友，生活变得充实有目标，不再每天跟志明黏在一起。有一天，志明发讯息给俊凯：最近怎么都不约了？你变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俊凯有点愧疚：没有啦，只是最近比较忙。志明叹了口气：你现在是不是看不起我了？以前我们每天都一起玩，现在你有新朋友，就忘了老朋友，是不是有钱了，就觉得我们这些穷朋友不值得联络？俊凯开始不安，心里想：难道我真的变了？这样是不是很自私？于是他开始强迫自己回到过去的模式，勉强自己陪志明玩电动，即使他其实更想去健身房。解析：你变了。这句话常常带有指责意味，让对方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但事实是，人本来就会成长，朋友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支持，而不是要求对方停滞不前，来迎合自己的期待。2. 友谊的勒索陷阱。如果你不帮我，那你根本不是朋友。有些人习惯在友情中扮演受害者，用内疚感来勒索朋友，让对方觉得如果我不帮他，我就是个坏人。春美和诗婷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春美有个坏习惯，每次遇到麻烦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婷。有一天晚上11点，春美突然传讯息：诗婷，明天我要交报告，可是我还没写完，你能帮我写一半吗？诗婷愣了一下：可是这是你的功课啊。春美：对啦，你也知道我最近很忙，压力很大，你忍心见死不救吗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诗婷：可是我明天自己也有工作要做。春美开始发出终极大绝招：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难过，我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没想到
连你也这样对我。诗婷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，最后还是熬夜帮春美写了一半的报告，而春美则睡得香甜。解析，这种如果你不帮我就不是朋友的话术，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勒索。真正的友情不应该是透过内疚感来控制对方，而是尊重彼此的界限。3. 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不让自己被绑架。被朋友情绪勒索时，我们通常有2种极端反应：一、完全顺从，害怕失去对方，勉强自己去迎合； 2. 直接翻脸，决定不再联络，结果友情破裂。但其实还有更健康的第3种选择：设立界限，真诚沟通。1. 学会区分请求与勒索。当朋友向你求助时，请先问自己，这是我愿意帮的范围吗？对方是真的需要帮助，还是习惯性依赖？如果我拒绝，会因此感到内疚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？如果对方的请求让你感到不安、内疚，甚至被威胁，那很可能是情绪勒索，而不是单纯的请求。2. 设立健康的界限。界限就像家门的门锁，你可以决定哪些人、哪些行为能进入你的生活，而不是对所有人的需求来者不拒。当朋友情绪勒索你时，你可以这样回应，温和但坚定拒绝：我真的很想帮你，但这次我无法做到，抱歉。表达理解，但不让步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我也希望你可以顺利完成，但我自己这几天也有很多事情要忙，可能无法帮忙哦。引导对方寻找其他解决方案，这件事可能可以找某某某帮忙，或者你可以试着自己完成。3. 测试友谊的真实度。有时候我们害怕拒绝朋友，因为担心对方会不开心，甚至绝交。其实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次拒绝就翻脸，不妨试试看，当你拒绝一次，对方的反应如何？成熟的朋友会理解你的立场，尊重你的决定，不会勉强你。习惯情绪勒索的朋友可能会生气、冷战，甚至开始攻击你。如果对方因为你拒绝一次帮忙就翻脸不认人，那么你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这段关系。真正的友情是双向的支持，而不是单向的索取。结语：友谊应该带来自由，而不是枷锁。我们都渴望拥有真诚的友谊，但友谊的本质应该是自由与尊重，而不是情绪勒索与操控。健康的人际关系来自清晰的界限与真诚的沟通，而不是透过内疚感来维系。别让友情成为无形的枷锁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离开，而是因为你的真实而更加珍惜你。